凶手就是89，害台湾要付这么高的关税。2024年啊，台湾对美国出口1163亿美元，从美国进口的是424亿美元，赚走了美国739亿美元。我在今年的2月份就提出了89提出来的最强论点，成为3亿人的第7大贸易国，好观点。抛出了这个30几%，是希望我们台湾买它更多的东西，或者关税我们可以再降，都可以再讨论。川普有跟你说可以讨论吗？不会对半导体、铜还有药品、木材等去适用这个关税。川普马上晶片很快就会开始瞌睡，不要再看稿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囧哥也化身经济高材生，他很懂经济，没有人比我更懂经济。当反制关税的表单，制裁名单的第1位就是中共国，额外征收了他34%的关税，台湾位居这份名单的第4位啊，好开心哦！你被制裁你也开心吗？然后国民党这些人就开始发疯了，开始以美了。难道冲去赖清德脸书、冲去卓荣泰脸书的人都是国民党吗？以美在这里啦，美国关税强烈不合理啊！你质疑卓荣泰是谁啊？你觉得卓荣泰是国民党哦？是谁以美？是卓荣泰以美啊！卓荣泰说要严正交涉啊！你科学基础不明啊！卓荣泰带头呛川普啊，川普搞不懂啊！备战买的这些装备是你要跟谁买？你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买吗？全世界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卖军备吗？那这样不要浅见国造算呢？China 才是你们的国家呢！所以中华民国叫 Republic China。请问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谁的旗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原来是中华民国国旗啊！怎么是 Flag of Republic China？ 那我们看到这份名单，也就是说这份名单把台湾跟中共国区分开来了，而同时也宣布澳门跟香港跟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34%，避免被中共国当白手套。好，他一直就要把台湾跟中国区分开来请问第2个欧盟是什么？你看清楚一点。来回到台湾看一下，32%，前面有一个64，我们对美国的，很多人说这是汽车关。汽车关税这个是贸易顺差。2024年台湾对美国出口1163亿美元，进口到美国的，而从美国那边进口的是424亿美元，两边相扣，等于说我们赚走了美国739亿美元，比2023年甚至还多了55%，也成为了美国第7贸易顺差大国。台湾才2300万人哦，就成为了美国这种3亿人口的贸易顺差第7大国。而这个概念我在今年的2月份就提出来过。哇，他今年2月份就提出来过，比2023年甚至还多了55%，也成为这个概念，也就是台湾成为美国第7大贸易国。台湾才2300万人哦，就成为了美国这种3亿人口的贸易顺差第7大国。而这个概念我在今年的2月份就提出来。他2月份的时候提出来，台湾用2300万人成为美国第7大贸易国，这个3亿人口的大国。巴囧提出来了，巴囧提出来的最强论点，我提出了台湾是美国的第7大贸易国，而且就2300万人成为3亿人的第7大贸易国。今天川普的关税是他先提出这个观念，所以川普照这样去算出来的。干你妈！你们这卖台，你害台湾要付这么高的关税。而这个概念我在今年的2月份就提出来过了。那美国媒体也证实，确实川普是这样去算。他这样去算的，他不就证明他在卖台？他让台湾缴这么高额的关税，凶手就是巴囧啊！他提这个观念送给川普那你是不是可以跟川普讲，既然你都可以提观念给川普了，而目前也不会对半导体、铜还有药品、木材等去适用这个关税。他已经看谢金河，马上被打脸。川普这个消息就出来了，半导体跟药品很快就要进行关税。关税里面提铜跟木材有什么用？台湾既不产铜，台湾也不太能出口木头，因为台湾已经禁伐很久了。Taiwan, where they took all of our computer chips and semiconductors. We used to be the king, right? We were everything. We had all of it. Now we have almost none of it, except the biggest company is coming in. We're going to end up with almost 40%. Lee Zeldin's working to get their approvals, and it's an amazing company. Mr. Wei. 川普是称赞台积电，前面都在讲台湾的坏话，顺嘴提一下最大的公司，他们宰制了我们的电脑晶片还有半导体，所以呢，他们要来盖最大的工厂，这是称赞吗？对，这很屌，这个公司很屌，他现在是我的小弟啊，他们现在来盖厂了。美国抛出了这个30几%，是希望我们台湾买它更多的东西，或更多的企业，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名单上的任何企业，多到美国这边设厂，或是多来买美国的商品，这个关税我们可以再降。确定吗？你确定吗？川普从头到尾没有讲这件事哦，川普从头到尾没有讲说调降关税的事情哦，从头到尾没有，全部都是他自己编出来的呢。他到底在讲什么啊？这个趴数我们都可以再讨论，是吧？哪里可以再讨论？川普有跟你说可以讨论吗？他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让你赚钱，就这么简单。所以按照国民党的逻辑，就是我从美国这边赚走了好多钱，但是我私底下是希望美国保护我的，那最好是台派也站出来反共，因为好让我可以继续公开舔共。这个完全是他自己掰出来的。
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赞呐！台独又怎么了？我们绝对不会向中国下跪，对不对？好消息，中六选区2万份了，花莲1万份了，加油！他们还在大罢免。美国对中国34%，美国对台湾关税32%，两个怎么不一样？美国支持台湾独立了，其实川普意思就是盟友有往来互惠，很正常，所以台湾加油了，巴郎委加油哦，比喻咯。各行各业每个月贸易顺差，我们不要说739亿这么多啊，每个月739万就好了。不要跟别人说，哎呀，你看啊，我们每个月都这个你来我往，我们每个月都多给你739万，你们是不是要跟我买一点啊？对吧？我们尽量把这个顺差缩小，不然我们说到先500亿，好不好？400亿、300亿这样子，因为你也有需求嘛。你们会这样做吗？你们肯定不会嘛。所以你们得了便宜还卖乖。他说要缩小贸易顺差。美国为什么会常年贸易逆差？经济学家其实已经发现这件事了。美国会常年贸易逆差的逻辑根本，全世界买东西，导致大量的资金流散到全世界，但是全世界以投资的形式把美元回到了美国，形成了所谓的美元循环。这里面唯一的大 bug 就是美国因为不断的买，所以那些回到美国资金其实不是美国人自己的，必须再以债务的形式再把这些资金弄到自己手上，再继续买，所以形成所谓的美元循环。这个循环当中呢，美国最大的赚点是让美元变全世界的世界货币，利用这样的一个利息差所造成的美元升值跟周期性升值跟贬值，影响全世界的资产的升值跟贬值，来进行资产收割。它转而去玩了金融这件事，这样的话它的股市会非常的高，它的资金会非常多，它的资产价格会非常的高，所以它每一次转手资产或开发出创造出新资产新的 IP， 它就会创造出额外的价值，它可以透过这个收割。可是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在这里面玩这个钱美元循环的人，他必须要一定的身家以上他才玩得动嘛，这也就导致了美国的中产长期不断的滑落，而美国的制造业几乎呈现一片萎靡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美元霸权的核心逻辑，这也是美元霸权其实就是美国长期贸易赤字的根本。中国这次是被制裁了34%的关税，那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新增的哦，要记得哦，先前几个月已经有20几%的关税了，再加上川普第一任期的19.3%，那你看这样加一起不就74%？巴囧说，中国对美国卖过去的货物会被美国苛征74%的关税。54%啦，你是白痴哦！先前那些整合起来就是20%啦。川普的关税逻辑是最低就是10%，多出来的就是往上累加，但是它不是10再加。根据它的公式算出来之后，如果你低于那10%就是10%，如果你高于那10%就以你的趴数为主。比如说你是12%，那是12%，不是10加12%变22%，不是，最低10%。那如果你是32%，那你就是32%。总关税叫54%。就是巴囧胡乱瞎扯淡，因为台湾32，看起来中国74就不痛了。如果中国只是34，台湾32，大家就会很生气嘛。如果中国54，就已经比32拉开了。如果是74，哇，台湾哪怕乘以2倍，那不是很棒吗？巴囧讲74本身就是好小胡乱讲嘛，这家伙那个讲的话是真的。中国现行对美国的关税就是20%，美国现行对中国的总关税原先的20，再加34就叫54。中国原先对等报复也是给了20的总关税，然后再加30，就这样。泰国跟越南被利用去洗产地，墨西哥啊，中共去利用洗产地，中国去泰国投资主要是为了进入东南亚市场，越南前几年确实是因为廉价劳动力的关系，因为中国劳动力涨价，所以去了越南，确实有部分是要规避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越南跟美国之间的贸易也不是那么的通畅。台湾如果先前遵循了国民党的政策，跟中共国的经济深度绑定，那你看接下来累计加一块，早就破50%了，是吧？而我们的经济也会跟中共国一样通缩，中共国也通缩，中共国通缩。大陆是一个有强烈的外贸输入的国家，所以因为大陆卖了大量的产品到了海外，导致了它有大量的资金是回到了中国大陆。因为这个大量的钱进到了大陆之后，它大量长期有这样大陆大量的钱进到中国嘛，那所以中国为什么理论上消费降级确实会一定程度的导致通缩，没有错，而且有可能是滞涨。为什么没有显性的通缩？因为中国的外贸太强了，但因为中国体量非常的大，不让外贸成为整个主宰中国经济的死活。那这个选择交易逻辑很简单嘛，台湾跟中共的经济深度绑定是政治需求，对吧？中共牺牲台湾跟中国经济高度绑定是政治需求吗？真的没有一句话是对的。
台湾对中国大陆经济贸易依存度最高的是蔡英文。征调小粉红的纳税钱，让利给台湾人。例如现在还继续有人在贷款办证件的哈，办中共证件的，他还不放弃中共身份证啊！你要翻车翻多久？他没有一句话是讲对的，每一句话都在说谎，每一句话都在乱讲，要么说谎，要么乱讲，要么不懂，瞎鸡巴的乱扯淡啊！真的我看不下去了，这个头看的实在太痛了。你就看一下全球股灾啊，唯一没有真正股灾的是中国股市，上证只跌了 0.24， 上海 A 股跌了 0.24。姑姑，你公司因为美国的关税倒了，姑不要乱讲。我们政府会帮助我们，可是政府只有880亿啊，姑我一定分得到。这位先生，你的申请没办法达标，你没有特权，你只是傻逼青鸟啊！救救小姑姑，小姑姑身无分文，平常斗内8炯花光光了。